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力。這一台是 ASUS 全新推出的 Master Thunderbolt 5擴充基座 DC510。我拿到它的時候呢，第一個注意到的不是 Thunderbolt 5，而是注意到它把連接電腦的接孔Thunderbolt 5接孔直接放在機身的正面。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 DC510 很明顯就是針對筆電的使用者去設計的。因為一般的 Dock 通常是要把連接電腦的接孔放在機身的後面，當然放前面放後面都沒有問題。只是如果接電腦的那個孔是放在機身的後面的話，那一條連接電腦跟 Dock 的 Thunderbolt 線基本上就是永遠接在 Dock 上面了，因為你一定會懶得伸到後面去拔嘛。所以如果電腦要帶出門的話，就得另外再準備多一條線才行。但把孔設計在前面就不一樣了。要出門的時候，我們直接把這條 Thunderbolt 線拔起來，跟着 MacBook 一起帶走。那出門在外，不管是要充電還是要外接硬碟，都不用再另外準備線材。那回到家之後呢，再把同一條線插回 DC510，整套桌面的設備就全部都接回來了。這對筆電的使用者來說確實是非常的加分。畢竟一條 Thunderbolt 的線也不便宜嘛。不過 DC510 真的值得看的，當然還是 Thunderbolt 5。大家都知道上一代 Thunderbolt 4的 4Gbps 頻寬呢已經非常快了。但這幾年呢 ，Apple 開始把 Thunderbolt 5放到更高階的 Mac 上面，那頻寬呢也直接從 40Gbps 翻倍到了 80Gbps， 甚至最高還可以到 120Gbps。那問題來了，到底現在的工作需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讓蘋果覺得我們開始需要 Thunderbolt 5了呢？那一台 Thunderbolt 5的 Dock 又可以做到以前哪些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做不夠好的事情呢？那今天這支影片呢，我就會用 DC510 實際測給大家看 Thunderbolt 5多出來的頻寬到底有沒有意義。最後我們再聊聊，如果你現在已經有 Thunderbolt 4的 Dock， 或者正在準備要買一台新的 Dock， 到底應該怎麼選？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我們先來看一下 Thunderbolt 5跟 Thunderbolt 4到底差在哪裡。最明顯的當然就是頻寬了。Thunderbolt 4最高是 40Gbps， 到了 Thunderbolt 5呢，直接翻倍來到了 80Gbps， 而且這個 80Gbps 是雙向的。不管資料是傳出去還是傳回來，都可以有最高 80Gbps 的頻寬。另外 Thunderbolt 5還多了一個頻寬提升的功能。當你今天接了比較多台高解析度、高更新率的熒幕的時候，需要大量的影像頻寬，它就可以動態去調整頻寬的分配，讓影像輸出的方向呢最高來到 120Gbps。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Thunderbolt 5並不是平常就是在跑 120Gbps， 正常的使用還是80雙向那120主要是針對高規格多螢幕這種大量的影像輸出的需求，才會把其中的一個方向的頻寬給拉高。那如果你不是接很多個螢幕，而是比較常外接 SSD 來傳大量的素材呢？那這個時候要看的就不是這個 120Gbps 了，而是 PCIe 的資料頻寬。那 Thunderbolt 4雖然最高可以到 40Gbps， 但這個 40Gbps 並不是全部拿來給 SSD 傳資料用的真正跟 PCIe 裝置有關的資料頻寬呢 ，Thunderbolt 4的規範最低的要求是 32Gbps。那到了 Thunderbolt 5之後，直接翻倍來到了 64Gbps。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簡單來說，現在高階的 PCIe 4.0 的 NVMe SSD 呢，本身的速度早就已經超過 Thunderbolt 4的頻寬了。像我拿這一顆美光3500 1TB 的 SSD 呢，最高的讀寫可以跑到每秒7000 MB 左右。但放在 Thunderbolt 4的外接環境裡面，實際大概只能跑每秒2800 MB 左右而已。但如果換到 Thunderbolt 5的話，就可以來到將近5900 MB 每秒。同一顆 SSD 速度幾乎就是直接翻了一倍也就是說呢 ，Thunderbolt 4的頻寬大幅度的限制了這一顆 SSD 的速度。如果我們換成 Thunderbolt 5的話，就可以發揮出大約80%以上的效能。所以以現在 SSD 這麼貴的情況來看 ，Thunderbolt 5的價值就很明顯了吧？不過，我覺得 Thunderbolt 5更重要的地方，不是讓一顆 SSD 能跑多快，而是當很多高速的設備需要全部一起工作的時候呢，有這麼大的頻寬，才可以同時做很多的事情。那因為這種 Dock 呢，本來就是把熒幕網路讀卡機外接硬碟，還有其他 Thunderbolt 設備全部集中在一條線上面，然後透過這一條線呢，一起回傳給你的 Mac。所以當設備越來越多，速度也越來越快的時候呢，對頻寬的需求當然也會越來越高。所以 Thunderbolt 5真正的升級呢，不是只有把 40Gbps 變成 80Gbps 這麼單純而已，而是可以讓更高速的 SSD、更多的螢幕、更多的設備要同時工作的時候呢，有更大的頻寬可以應用。好，了解 Thunderbolt 5的差異之後呢，我們回來看這一台 Dock。DC510 有得到紅點的產品設計獎，所以外觀真的是可以不用擔心，整體走的是簡潔利落的風格，全黑的機身，低扁的造型，寬22公分，深9.7公分，高3.8公分。它的底下呢，還有一圈白色的 LED 燈，有4段亮度可以調整，還有呼吸燈的效果。那直接從機身底部就可以開關跟控制。像我就把它塞在我螢幕架裡面，
燈亮的時候看起來蠻帥的。所以 DC510 很明顯就是一台讓我們放在桌面上長期使用的 dock。那除了機身以外，它還有一顆180瓦的變壓器，另外也有附一條1公尺長的 Thunderbolt 5的傳輸線，用來連接電腦跟 dock。它的接孔給的蠻到位的，光是 Thunderbolt 5呢就給了4個，所以你只要看到機身上面的 USB-C 孔呢，全部都是 Thunderbolt 5，隨便插都可以。而且我覺得它的接孔配置很不錯，它把平常最常需要插拔的東西呢，全部都放在 dock 的正面，像是專門接電腦的 Thunderbolt 5的上行副，它就是放在正面的最左邊。那最高可以提供140瓦的 PT 3.1 供電。那旁邊還有一個 Thunderbolt 5的下行副，那除了傳輸以外呢，也可以拿來幫 iPhone 或者 iPad 充電，最高供電有到60瓦。那還有一個 USB 3.2 Gen 2的 USB-A， 那最高可以跑10Gbps。所以不管是 USB-C 還是 USB-A 的外接硬碟或是隨身碟，在正前方就可以直接插拔，非常方便。再來正面還有 SD 跟 microSD 2個讀卡槽，而且2個都支援 USH2。那這一點對影像工作者其實蠻重要的。大家要知道，一般最常見的讀卡機規格是 UHS-1， 它最高的理論傳輸速度呢，跟 UHS-2 呢相比，差了大概3倍左右。這對一次要大量匯入 RAW 檔或者是影片素材的人來說，這個升級是非常有感的。那正面的最右邊是一個 3.5mm 的音源孔，想要接耳機或是麥克風，也都可以直接從前面去處理。那機身的背面呢，就比較像是給長時間固定在桌上設備使用的接孔啦。那它有2個 Thunderbolt 5的下行副，可以外接螢幕啊，或是 Thunderbolt 裝置。那還有3個 USB-A， 其中2個呢是 USB 3.2 Gen 2， 那最高可以跑10Gbps， 那另外一個則是5Gbps。所以像鍵盤、滑鼠接收器這一種啊，就可以丟到5Gbps 那一個孔。那外接硬碟呢，或是其他比較高傳輸速度的設備呢，就留給10Gbps 的 USB-A。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網路孔啊，直接給到了 2.5GBE。雖然說 10GBE 是更好的選擇，但一般人啊要準備一套 10GBE 的網路環境，那搞起來真的是蠻貴的。所以 2.5GBE 呢，我反而覺得是對一般人來說比較划算的選擇。而且現在很多 NAS 也都直接內建 2.5GBE 的網路孔了嘛。所以如果你是攝影師、剪輯師，每天都要從 NAS 搬10幾 GB 甚至幾百 GB 的照片跟影片的素材，那 2.5GB 的升級也會很有感。所以你會發現啊 ，DC510 的前後的配置其實分得非常清楚啊。前面就是接筆電、iPhone、iPad、記憶卡、隨身碟這些常常需要插拔的東西。那後面呢，就是接螢幕、網路、鍵盤、滑鼠、外接設備這些長時間會固定在桌面上的東西。那除了這12個接孔以外呢 ，DC510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裡面還可以直接裝一顆 M.2 SSD， 上面的蓋子一打開呢，就可以看到 M.2 2280的插槽。我很喜歡它這個上蓋的設計，它是直接用磁吸的方式固定的，完全不用拆螺絲。要插 SSD 的時候，直接把上蓋拿起來就可以處理。那裝完之後也不用對位，蓋子靠近，就會自動吸附，非常方便。那我覺得 dock 裡面有 SSD 插槽，對 Mac 使用者來說其實還蠻適用的。那第一個當然就是不用再另外浪費一個接孔跟一條線去外接一顆硬碟嘛。那再來就是 MacBook 的 SSD 的升級價格真的很貴啊，自己買 SSD 的成本相對會低很多，雖然說現在都還是很貴啦。但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品牌，而且容量不夠的話，還可以自己去做升級，然後把舊的拿去賣，自由度真的高很多。那速度呢？我們實際裝上一顆美光3500 1TB 的 SSD， 用 Blackmagic 來測試，讀寫都可以跑到每秒 5GB 以上。那換一個 App 測試的話，讀取甚至可以突破每秒 6GB 啊。不過呢，有內建 SSD 插槽的 dock， 真正需要擔心的不是速度，而是散熱。因為 SSD 在大量讀寫的時候會產生不少的熱量，再加上 Thunderbolt 5的控制器，如果溫度壓不下來，長時間使用的時候就有可能會遇到過熱降速的問題。所以 DC510 呢有加入主動式的風扇來幫助散熱。那它的散熱表現我覺得還不錯哦。我自己在測試的時候，同時接了一台 Studio Display 跟一台 Pro Display XDR， 就是2台螢幕啊，然後再接一顆 USB-A 的備份硬碟跟一顆 Thunderbolt 4的外接硬碟，然後我持續傳輸了大約 760GB 的專案到內置的 SSD 裡面。那在這樣高強度的運作底下，機身的溫度也感覺不出來有什麼升高，直接用手摸的話呢，還會感覺涼涼的，表現真的很不錯。不過呢，有主動式風扇幫忙散熱，當然就有可能会伴隨着一定的風扇聲嘛。在我實際使用的這段期間裡面呢，我發現啊，如果是在比較安靜的環境裡面，確實是可以聽得到風扇運轉的底噪。但是就算我外接了2台螢幕，然後用內建的 SSD 來剪片調色做專案的時候，在這樣子高負載的環境裡面呢，我也沒有發現過它風扇有起飛的情況，所以我覺得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了。再來 ，Thunderbolt 5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優勢就是可以支援更高規格的多螢幕輸出。DC510 本身沒有 HDMI 或者 DisplayPort， 那螢幕的輸出就只能走3個 Thunderbolt 5。
它最高可以支援3台 4K 144Hz 或是2台 8K 60Hz 的螢幕。不過實際可以外接幾台呢，就是要看你 Mac 本身的支援度啦。那以前如果我要在 MacBook 上面多接幾台外接螢幕的時候，通常就要占幾個 Thunderbolt 孔或者是 HDMI 接孔。但現在呢，我就可以一口氣把外接的螢幕全部集中到這一台 Dock 上面，所以我只需要插一條線到 MacBook Pro 上就搞定了。而且 Dock 裡面的 SSD、2.5G 的網路，還有其他連線的裝置，全部都可以直接用。那我覺得這個才是 Thunderbolt 5放在 Dock 上面最有感的地方。它不只是單一的設備的速度變快而已，而是當所有高解析度的螢幕、高速的 SSD 跟其他的設備全部一起工作的時候，還有足夠的頻寬可以使用，這個才是重點。所以總結來說呢，這一段時間使用下來，我覺得 DC510是一台很穩定，而且配置很不錯的 Thunderbolt 5 Dock。很多人會覺得啊 ，Dock 的價格通常都比較貴，買一顆 USB Hub 好像划算很多。但如果你是真的把 MacBook 當成是主要的工作電腦，那每天都会帶着它上下班，那我覺得 Dock 會是一個很值得投資的工具。你想想看，你可以把 MacBook 上面的一個接孔變成螢幕、SSD、網路、讀卡機、USB， 甚至連充電全部都一起處理掉。那原本的桌面上一堆亂七八糟的線，現在只剩一條 Thunderbolt 線接到 MacBook 就好。這種東西啊，真的是用過就回不去了。每天我回到座位上，插一條線就直接開始工作，要走的時候再把一條線拔掉就好。所以我覺得 DC510呢，最適合的就是攝影師、剪輯師、內容創作者，或者是本來就會外接很多台螢幕、外接的外接硬碟，甚至要接 NAS 的人，反正就是桌面上有很多設備那種人就對了。只要你的 Mac 有支援 Thunderbolt 5，那 ASUS Master Thunderbolt 5擴充基座 DC510 這種 Dock 呢，才是真的可以完整發揮它的實力。那如果你現在已經有 Thunderbolt 4的 Dock， 該不該升級呢？我覺得啊，如果現在的 Dock 用得好好的，接孔數量也夠，那其實不用為了 Thunderbolt 就特別換掉。但如果你現在正準備想要買一台新的 Dock， 或者是你已經開始覺得你舊的 Thunderbolt 4的速度跟頻寬已經不太夠用了，那我就會建議啊，直接升級。1秒鐘幾十萬上下的你，真的可以不用再等了。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是分享到這邊，這裡是 Apple Fans， 我是威力，我們下次影片見了，拜拜。